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。第533章，李时珍的皮。观众席边上，大家都愣住了，眼前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个意思？所有人都一头雾水。一个从观众席第3排冲过来的陌生男人，居然说他是长歌大神的表哥。那么其他人中是不是还有长歌大神的表弟、长歌大神的表妹、长歌大神的表姐？更何况看长歌大神的反应，好像完全不认识这个陌生男人。此时的陌生男人陈冲自己也懵逼了，谁能想到自己的表弟居然装不认识自己？苏哲，是我呀，你表哥陈冲啊，你大姑的儿子啊！陈冲歇斯底里地喊道，情绪瞬间变得急躁起来。他这次过来是特地带着校花子涵看 KPL 的，因为子涵是王者荣耀的死忠粉。春季 KPL 的资格赛上，子涵看到 Prime 战队的第1场比赛之后就彻底沦陷了，他成了 Prime 战队的铁杆粉丝。而陈冲刚好在追求子涵，更巧的是 Prime 战队的当家明星长歌就是他的表弟，因此陈冲才特地买到了 Prime 战队对战 Thunder 战队的票，带着子涵一起来看比赛。他就是想要在比赛之后当众认亲，让校花子涵知道他是长歌大神的表哥。一旦知道了这一层关系，那么校花还不是对自己刮目相看？然而陈冲万万没想到，苏哲居然来了这么一手。于是绝望的陈冲声嘶力竭地喊道，苏哲，是我呀，你表哥陈冲啊，你大姑的儿子啊！苏哲一脸冷漠，还是摆出一副看陌生人的表情看着陈冲。奇怪，我爸是独生子，我怎么可能有大姑呢？这位朋友，你搞错了吧？靠！听了这话，陈冲彻底明白了，苏哲这是在耍他呢，这是公然拿他开涮。什么我爸是独生子，父辈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独生子？谁家不是4、5个孩子？而此时陈冲身旁的子涵已经看不下去了，扭头用异样的眼光盯着陈冲。陈冲，你在搞什么？人家长歌大神都说了不认识你，你干嘛非要认他做表弟呀？陈冲简直要气糊涂了，连忙摆手解释道，不是子涵，他真的是我表弟，我真的是他表哥。没等陈冲说完，其他观众都开始不满地议论起来，这大哥有病吧？一想病，长歌大神都说了他爸是独生子了，还冒充什么他大姑家的孩子，这男的怎么回事？能不能叫保安？这年头神经病都能进来看 KPL 了。神经病？那咱们的离他远点，神经病要是杀了人，那是不需要偿命的。听着周围人的议论，陈冲几乎要崩溃了。苏哲，你现在火了是不是？你现在火了就可以六亲不认了？我可是你的表哥，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现在成了什么狗屁的大神，连你表哥都不认了是不是？苏哲冷冷一笑，心道，六亲不认的从来不是我，势利眼捧高踩低的反倒是你们一家。不过苏哲知道自己现在不能情绪化，露出一丁点的情绪就会让大家看出自己和陈冲真的有关系。这时苏哲冷静地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在陈冲面前晃了晃。你说你是我表哥，好，我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我的表哥如果从小看着我长大，经常和我打游戏的话，那么他应该有我的手机号吧？来，给我打个电话，看看我的手机会不会响。如果我的手机响了，那么你就是我表哥，但如果我的手机不响，那么你就是个骗子。陈冲一听这话，立即就傻了，因为他真的没有苏哲的手机号。尽管是表兄弟，但2个人的关系淡薄到连个手机号都没留，平日里根本就没有交流，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联系的2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有手机号呢？于是陈冲彻底绝望了，他被苏哲玩弄于股掌之上。我旁边的校花子涵看到这里，自己的心中已经有了判断。什么大神长哥的表哥，陈冲这根本就是靠撒谎来强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这种人居然还好意思拉着自己来看比赛，根本就是居心不良。他
一记耳光狠狠打在陈冲的脸上，子涵愤怒地喊道：骗子！你这个大骗子！喊完之后，子涵连忙过来给苏哲鞠躬致歉，对不起长歌大神，我的同学冒犯了你，我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苏哲淡淡一笑，摆手道：不用过意不去，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。有的人就是有意想病，这是精神疾病的一种，我看你们也不是很熟，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离他远一点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子涵轻轻点头，随后准备离开。不过离开之前，子涵红着脸小声问道：那个长歌大神，我能要一个你的签名吗？苏哲回头看了舞姿一眼，家教真严。舞姿很大方的点点头。苏哲自己觉得因为陈冲的事情害得子涵受惊，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便拉着子涵到了 Prime 战队之中。别签名了，怪老土的。这样好了，你来和我们 Prime 战队合个影吧。苏哲微笑道。真的吗？子涵激动的都快哭了，兴奋的蹦蹦跳跳就钻过了安防栏，而其他观众则羡慕不已，也想过来凑热闹。只剩下陈冲一个人尴尬地站在观众席上，看着自己辛辛苦苦追了半个月的女生跑到了苏哲的旁边，一脸崇拜地看着苏哲。恼羞成怒的陈冲一声怒吼：苏哲，我 TM 今天跟你没完。苏哲无奈，只好朝着远处的保安招了招手：保安大哥，麻烦您把这个神经病请出去。于是3分钟之后，张牙舞爪的陈冲被2名虎背熊腰的保安直接拖出了演播室。苏哲开了和粉丝合影的先例，其他 Prime 战队的粉丝就凑过来合影。苏哲不忍心拒绝，于是就带着 Prime 战队与他们一一拍照表示感谢。这直接导致了 Prime 战队比 Thunder 战队晚了40多分钟离场，最后场务人员过来催促了 Prime 战队才离开。不过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，和粉丝的支持应该是相互的。坐在回程的大巴上，舞姿笑着推了苏哲一把：你是真的皮，你爸是独生子，噗，你简直绝了。苏哲哈哈一笑，没办法，我大姑他们一家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当初我默默无闻的时候，每年见面都要嘲笑我的学习成绩，都要说我长大了以后没出息，肯定比不上我那个表哥。现在看我好不容易有点出息了，又想方设法的来利用我，占我的便宜。没错，我的确不喜欢和他们计较这些，但这不代表我可以任人宰割。如果我这次不给他点教训，他下次只会变本加厉。舞姿轻轻点头表示认可。没错，这种亲戚留着有什么用？苏哲叹道，我一直都觉得亲戚这个关系是最奇怪的，血缘关系说起来血脉相连，但有的时候血脉真的那么可靠吗？爷爷生病的时候，他的子女宁可眼睁睁看着他离开人世，而我在被汤宇科算计的时候，娟姐却肯卖掉自己心爱的豪车来帮助我。有时候血肉至亲，真的连萍水相逢的朋友都不如。听到这里，舞姿轻轻拉住了苏哲的手。朋友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尽管有时候可能会看走眼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意气相投的。但亲人却是上天替我们选择的，抛开血缘关系不说，亲戚们未必真的是同一类人。说到这里，舞姿轻轻把头枕在苏哲的肩上。苏哲，我们就是你的亲人， Prime 战队就是你的大家庭。那个得优化之后可能才好用，现在用起来和原皮没啥感觉。